为了避免我入学后苛待自己，我妈一次性给我饭卡充了10万。可看着我点了一份50块钱的麻辣烫，新室友看到后顿时火冒三丈。50块钱的麻辣烫，还加了1整份的肥牛，你是有钱烧得慌吗？又不是过年过节，凭什么吃这么贵？算了，今天我替你吃了，下不为例。我花自己的生活费，关你屁事！你想吃自己买去。说着，我打开麻辣烫盖子，自顾自吃了起来。柳如烟更生气了，伸手直接将麻辣烫从桌上打翻，红油洒了一地。你花50块吃碗破麻辣烫，就该被骂。我弟弟一天伙食费才15块，你这一碗够他吃3天，你这个做媳妇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盯着地上洒了一地的红油和土豆粉，又看了看柳如烟那张理直气壮的脸，只觉得荒谬。我们才认识3天，我连他弟面都没见过，怎么就成他弟媳妇儿了？你弟算个什么东西？有妄想症就去校医院看病，别在这里满嘴喷粪，污染空气。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我不就是打个比方吗？再说，你说我弟帅的意思，不就是想做我弟媳妇儿吗？说到这个，我又无语住了。那是柳如烟刚搬进来时，我还没来得及打招呼，他就点开手机里的照片，硬是把屏幕往我眼前对。你看，这是我弟，叫陈强，比你小2岁。你说我弟帅不帅？我被迫凑过去看，照片里的男生顶了一头染得发黄的头发，滤镜美颜开到10级都没磨掉满脸的痘，完全和帅不搭边啊！我实在没法违心夸赞，斟酌着开口：还行吧，看着挺精神的。只是还行吗？苏薇，你再好好看看我弟这发型，这气质，你说还行？你弟真帅。我就知道你也这么觉得，我弟在老家可受欢迎了，好多女生给他送情书呢。不过我觉得都不如你，以后有机会让你们聊聊。那会儿我只当他是随口胡说，谁能想到他会把这句礼貌敷衍当成我想做他弟媳妇。我压着怒火反驳：我那是礼貌，不然你想我怎么说？直接说你弟长得丑吗？你一个女生早晚要嫁人，我弟还比你小2岁呢，你嫁给他那是你占便宜，老牛吃嫩草还挑3拣4的。我占你爹的便宜？你有病吧？你弟是镶金边了还是贴钻石了？用得着我上赶着嫁？你敢骂我爸，还敢说我弟坏话？柳如烟眼睛瞪得溜圆，撸起袖子就要冲过来，我也站起身，胸口的火气直往上冒。另一名室友徐冉见我俩要打起来，赶紧从后面拽住我的胳膊，使劲往门口拉。别，马上要上课了，这节课教授最讨厌迟到，咱们先去占位子，都是室友，没必要闹这么僵。我被徐冉半拖半拽地走出宿舍，一路上我气得胸口发闷。徐冉劝了我一路，他刚来，辅导员肯定不会让他再换走，现在激怒他，万一他趁我们不在宿舍的时候使坏怎么办？反正就1年，忍算了。我想想徐冉说的也有道理，便强压下火气，专心去上课了。等到晚上下了课，我们回到宿舍，推开门的瞬间直接被惊掉了下巴。没想到再回来，宿舍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柳如烟也一反常态，主动上前讨好。苏薇，你回来了，快吃块西瓜，姐姐数。上午是我不对，不该跟你发脾气，也不该打翻你的麻辣烫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奇怪，就4个小时，他变脸怎么比翻书还快？不会是憋着什么坏吧？微微，看他态度挺好的，毕竟刚住一起，先缓和关系也好，总不能天天吵架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接过了西瓜，咬了一口，嘴里的西瓜还没咽下，柳如烟又凑了过来。苏薇啊，我知道你家里条件好，生活费肯定也多，但你看你上午点50块的麻辣烫，确实有点浪费了。不如这样，以后你点外卖，我和你一起吃，这样你1份钱我们2个吃，就不浪费了。这话一出，站在一旁的徐冉手都顿了，抬头看柳如烟的眼神像看外星人。跟着我吃饭，行啊？那 AA， 以后我点外卖花50，你转我25。AA， 苏薇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我都说了我吃的不多，你匀2口给我就行。再说了，你点的量本来就多，我帮你分担是帮你光盘，你怎么还反过来要我钱？我点的量多不多是我的事，我花自己的钱买饭，凭什么要免费分你吃？你想吃自己点，别想着白蹭。你怎么这么不通情理？咱们是室友，我这是为你好，你一个女生吃那么多，以后怎么嫁得出去？男生都喜欢小鸟依人的，谁会要你这种能吃的？说着，他目光突然扫到我桌上刚买的薯片，一把抓过来撕开就往嘴里倒。你看你每次都买这么多零食，一个人吃太自私了，以后多买点。我弟也喜欢吃这个口味，到时候你拿给他，他肯定觉得你贴心。薯片6块，扫码。不就是带薯片吗？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我弟要是知道你这么抠门，肯定不喜欢你。我什么样关他屁事，这是我花钱买的东西，我想给谁吃就给谁吃，轮不到你动手动脚，白吃白拿。你敢抢我东西？你以为你家里有几个钱就了不起？我弟说了，像你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就该有人制止你。我跟着你吃饭，帮你吃零食，是给你面子，你别给脸不要。我气笑了，深吸一口气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往门口拽。柳如烟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有病就赶紧治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，别在我面前装疯卖傻，看着就恶心。你敢让我滚？仗着家里有钱就欺负人是吧？我今天跟你拼了！
柳如烟气得一巴掌朝我扇来，可她力气没我大，我轻轻一推，她就踉跄着摔在走廊里。紧接着我砰的一声关上宿舍门，世界终于清静了。他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么不讲理？这就是个伟人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坏了好心情。10分钟后，我突然接到辅导员电话，还没开口，就听见电话那头传来柳如烟的哭喊声：“张老师，苏薇她欺负我，她把我赶出宿舍，还推我，她还骂我。”苏薇，你现在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挂断电话，我深吸好几口气，才压下心头的火气。徐冉拉着我的手，再三叮嘱道：“到了辅导员那，别冲动，先把前因后果说清楚。他在胡搅蛮缠，张老师也能看明白。好，你放心吧。”说着，我抓起外套就往办公楼走。推开辅导员办公室门时，柳如烟正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哭。见我进来，她双手紧紧抓着张老师的胳膊，声音发颤：“张老师，上午是我不对，不该一时冲动打翻他的麻辣烫，和我后来给他买了西瓜道歉啊！我就是觉得他花钱太大手大脚，想跟他一起吃饭，帮他省点钱，结果他不仅不同意，还把我赶出宿舍。”苏薇，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柳如烟说你把她推出宿舍，还骂了她。柳如烟，你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想白蹭我的饭，还抢我零食，我才让你出去的，你怎么不把这些说出来？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都是一个宿舍的室友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有必要闹成这样吗？柳如烟，你不该先动手摔东西，抢别人零食。苏薇，你也不该把人推出宿舍，说话那么冲，你俩互相道个歉，这事就算翻篇，以后好好相处。苏薇，对不起，我原谅你推我的事了，咱们以后还是好室友。柳如烟假惺惺地冲我鞠上一躬，但眼神明显带着挑衅。接着她话锋又一转，看向张老师：“张老师，其实我还有个想法。苏薇家里条件好，可她总乱花钱，一顿麻辣烫就50块，零食还买一大堆。我想帮她管生活费，让她把这个月剩下的钱转给我，我帮她规划着花，省下来的钱还能存着。您看这样行吗？”我简直要被她的厚脸皮气笑了，这么厚颜无耻的话，她居然还能当着老师的面说出来。张老师也愣了一下，赶紧摆了摆手：“柳如烟，这可不行，每个人的生活费怎么支配都是自己的自由，别人没权利干涉。苏薇愿意怎么花是她的事，你不能强迫她把钱交给你管。”可她不一样啊，她是我弟媳妇，我弟陈明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那个。苏薇之前都说我弟帅了，以后肯定要嫁我弟的，做姐姐的帮未来弟媳管钱，把省下来的钱给我弟家琛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这话一出，张老师的表情从无奈变成了震惊，半天没说出话。我更是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柳如烟的鼻子问候：“柳如烟，你神经病啊？谁是你弟媳妇？你满脑子都是算计别人的钱，怎么不去抢银行？”你说什么？柳如烟也急了，撸起袖子就要冲过来打我。张老师赶紧伸手拦住他，脸色彻底沉下来：“柳如烟，你先出去，我跟苏薇单独谈谈。”柳如烟还想争辩，可对上张老师的眼神，只能不甘心地瞪了我一眼，骂骂咧咧地走出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张老师，他沉默几秒，突然叹了口气，语气缓和了不少：“苏薇，之前没了解清楚情况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知道你爸是校董，这件事你先别告诉你爸，免得他担心。要是柳如烟再骚扰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把他调离你们宿舍，保证你能安心上课。”我正奇怪他怎么突然转性，原来是怕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爸。不过我也确实没有这个想法，能把柳如烟换到其他宿舍我就满足了。那谢谢张老师，麻烦您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往门口走，刚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就看见柳如烟正贴在门框上，耳朵紧紧挨着门板。见我出来，她立刻站直身体，一脸兴奋：“苏薇，原来你爸是校董啊，原来你家这么有钱啊！苏薇，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，我不跟你计较了，咱们好好相处好吗？”柳如烟，谁跟你是一家人？你再敢打我主意，我就直接告诉张老师。好好好，不提不提，我保证以后不惹你生气，咱们好好当室友。我没再理他，转身回了宿舍。徐冉见我回来，赶紧问情况。我把张老师的话和柳如烟偷听的事说了一遍。徐冉听后皱着眉提醒我以后要多注意点，柳如烟肯定没那么容易安分。我点头答应。就在这时，宿舍门突然被推开了，柳如烟端着一盆洗好的葡萄，笑盈盈地走进来，仿佛刚才在办公室的争执从未发生过。苏薇，徐冉，快来吃葡萄，我刚去水果店买的，可甜了。我和徐冉对视一眼，都没伸手。柳如烟也不恼，自顾自地把葡萄放在桌上，然后搬了把椅子坐到徐冉床边。徐冉啊，你是本地人吧？我听说你们家住在城南那块，那边房子可贵了，你家肯定条件也不错吧？还行吧。那你有男朋友吗？我弟可优秀了，虽然比苏薇小2岁，但跟徐冉你同岁呢，要不你考虑考虑？虽然苏薇先看上我弟的，但既然他这么不领情，你打住，我对你弟没兴趣，而且我有男朋友了。有男朋友怎么了？又不是结婚了。我弟可比那些城里男孩踏实多了，不吞云吐雾，不喝酒，多好的人啊！
柳如烟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你弟是香精了还是怎么着？非得塞给我们？苏薇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好心好意给你们介绍对象，你们不领情就算了，还阴阳怪气的。行，不介绍就不介绍，那咱们说点正事。既然咱们是室友，以后要一起住1年，那就得有个规矩。这是你的宿舍公约，你们俩看看，签个字。我和徐冉凑过去一看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宿舍公约第1条，宿舍成员每月1号需缴纳公共基金500元，用于购买公共零食、日用品等，由宿舍长统一管理使用。第2条，宿舍长由柳如烟担任，任期1年，负责公共基金的保管和支出。第3条，晚上11点后不得大声喧哗，但宿舍长因需要联系家人，处理家务事除外。第4条，宿舍成员如有矛盾，由宿舍长主持调解，调解结果必须服从。我越看越离谱，这哪是什么公约，分明是柳如烟给自己立的土皇帝条款。柳如烟，你没事吧？谁同意你当宿舍长了？凭什么我们要交500块公共基金？我是咱们宿舍年纪最大的，当然应该当宿舍长。至于公共基金，你们想想，咱们一起买零食一起吃，多划算啊！我一个人买葡萄还分给你们吃呢，你们交点钱怎么了？我们不想吃公共零食，也不需要你帮忙带饭，这公约我们不签。不签就是破坏宿舍团结，我去告诉辅导员，说你们排挤我。你去啊，正好让张老师看看你写的这玩意儿，看他是支持你还是支持我们。闻言，柳如烟愣住了，应该是想起了我校董女儿的身份，突然换了副嘴脸，把那张纸折起来，重新塞回口袋。哎呀，我就是开玩笑的嘛，你们怎么还当真了？不签就不签呗，咱们慢慢商量，吃葡萄吃葡萄，别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。我和徐冉依旧没动，柳如烟讪讪地笑了笑，自己剥了颗葡萄塞进嘴里，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没想到第2天晚上，柳如烟又整出了新花样。那天我下课回宿舍，刚推开门就愣住了，宿舍里乌泱泱坐了5个人，都是生面孔，柳如烟正坐在中间，跟个大领导似的指手画脚。苏薇回来了，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都是我老乡，这是大壮的妹妹小翠，今年也考上咱们学校了，以后常来玩。那个叫小翠的女生冲我笑了笑，目光却在我桌上的护肤品上打转。小翠啊，那套护肤品是苏薇的，可贵了，一套好几千呢。不过苏薇人可好了，你要是喜欢，她肯定愿意借你用。柳如烟，你别替我大方，我的东西不外借。哎呀，苏薇你这人真是的，小翠又不是外人，借一下怎么了？这么小气。既然你这么大方，那把你的东西借给他啊。我这不是条件不好吗？没什么好东西，你家里条件好，帮帮别人怎么了？我没再理他，径直走到自己桌前坐下，下一秒就发现抽屉被拉开过，仔细一看还少了2包进口饼干和1盒高档巧克力。柳如烟，谁翻我抽屉了？啊，没人翻啊，你自己记错了吧？你们所有人谁动我东西了？几个人面面相觑，没人说话，但那个小翠的眼神明显闪躲，嘴角还沾着一点巧克力渍。小翠，你吃的什么？没什么，是柳如烟姐给我的饼干。柳如烟，对啊，是我拿的，你那饼干放着也是放着，我给小翠尝尝怎么了？都是同学，别这么小气嘛。不问自取是为偷，你不知道吗？苏薇，你说话注意点，什么偷不偷的，说的那么难听，咱们是室友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拿你点东西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你不是家里有钱吗？还缺这点？我家里有钱是我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马上把我东西还回来。吃都吃了，怎么还？大不了以后我买了还你。我拿出手机拍了几张抽屉被翻乱的照片，然后当着他的面给辅导员发了条消息。柳如烟见我发消息，脸色瞬间变了，她冲过来想抢我手机，被我一把推开。柳如烟的老乡们见状，赶紧拉住她，七嘴八舌的劝：如烟姐，算了，别闹大了。是啊，不就是几块饼干吗？我们走了，别影响你们室友关系。几个人连推带拽的把柳如烟按回椅子上，然后灰溜溜的走了。宿舍里终于清静了，但柳如烟却阴恻恻的说道：苏薇，你行，你真行，为了几块饼干就告状，你等着，我弟不是好惹的。我等着。半小时后，辅导员张老师来了，他看了看我发的消息，又看了看柳如烟。柳如烟，你动苏薇东西了？张老师，我没有，我就是看他饼干放那儿，想着给他收拾收拾，结果不小心弄乱了。苏薇他就误会我偷东西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我。张老师，我抽屉里少了2包饼干和1盒巧克力，柳如烟亲口承认是他拿的，还给了他的老乡，在场有好几个人证。我是拿了，可我不是偷，我就是想着大家一起吃嘛。苏薇他家里那么有钱，这点东西对他来说算什么？他就是故意针对我。柳如烟，不管苏薇家里条件怎么样，她的东西就是她的，你拿之前应该先问她一声，这是基本的尊重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注意。还有，你上次在办公室说的那些话，什么让你弟媳管钱之类的，以后不要再说了。苏薇跟你弟弟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也不能强迫她跟你弟弟处对象，这是原则问题。
苏薇，这是柳如烟确实做的不对，我让她给你道个歉，以后再有这种事，你及时告诉我。至于柳如烟，你再这样，我只能考虑给你调宿舍了。张老师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碰苏薇东西了，真的，你千万不要给我调宿舍啊！这次可以先不调，但你最好注意点，不要再犯了。辅导员又叮嘱了几句，这才离开。宿舍里只剩下我们，柳如烟站在那儿，脸上是一种说不清的阴沉。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，然后扯出一个笑。苏薇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是我做的不对，以后我不会动你东西了。本以为这是真的翻篇了，但我还是太天真了。周六晚上，我和徐冉逛街回来，刚到寝室门口就闻到一股怪味。打开门一看，我的书桌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有吃剩的泡面桶、瓜子壳、橘子皮，还有半瓶喝剩的可乐。而我的笔记本电脑正被压在泡面桶旁边，键盘上还沾着几点油渍，我肺都要气炸了。尝试打开电脑，发现按开机键没有反应。这台电脑是我上个月刚买的，1万多，平时宝贝的不行，现在被糟蹋成这样，我嘎人的心都有了。就在这时，宿舍门开了，柳如烟端着一碗麻辣烫走进来，看见我脸上闪过一丝心虚，随即又恢复正常。哟，你们回来了！白天我几个老乡来玩，他们走得晚，我还没来得及收拾呢。柳如烟，你带人回来为什么不说？这是我的桌子，你凭什么让他们用？宿舍是公共空间，我用一下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他们又不是故意的，你这么较真干嘛？我电脑坏了，你赔。你电脑坏了关我什么事？又不是我弄的，谁弄坏的你找谁赔去？你的客人用我的桌子把泡面洒在我电脑上，不关你的事吗？那又不是我洒的，谁洒的你找谁去啊？再说了，你怎么证明是昨晚坏的？说不定本来就有问题呢。键盘上全是油，开机没反应，应该是主板烧了，修一下至少得2、3千。2、3千？你们讹人呢？一个破电脑要这么多钱？苏薇，你不是家里有钱吗？再买一个不就完了？至于这么斤斤计较？我家里有钱就得被你糟蹋。柳如烟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我没钱，说法没有，要命一条！有本事你报警抓我啊！他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反倒把我气笑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冷静下来。行，你不赔是吧？那咱们走程序。我拿出手机，先拍了现场的照片，然后把电脑小心翼翼地收进包里。柳如烟见我拍照，有点慌了。你拍照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没理他，直接拨通了辅导员的电话。柳如烟想过来抢，被徐冉拦住了。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，我就知道你们城里人看不起我们农村的。20分钟后，张老师到了，他看了看现场，又看了看我的电脑，脸色很难看。柳如烟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张老师，我真不知道，我几个老乡来看我，我就让他们在宿舍坐了一会儿。苏薇她非让我赔电脑，可我哪有钱啊？我家什么条件您是知道的。既然这是跟你有关系，无论你家什么条件，都要赔偿。可是张老师，我真的没钱啊，要不我让那个撒泡面的人赔？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，来了好几个人，我不记得是谁用的那张桌子了。苏薇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先让柳如烟写个保证书，承认是她管理不当造成的损失，然后让她分期赔偿。你们毕竟还要住一起，闹太僵对谁都不好。张老师，不是我不讲理，他昨天刚翻过我抽屉，今天又带人回来弄坏我东西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要求换宿舍，要么他走，要么我走。张老师，我不换宿舍，我好不容易适应了这里，换了新宿舍又要重新适应。苏薇她就是看我不顺眼，想把我赶走。这样吧，这是学校层面不好直接处理。苏薇，你可以报警，让帽子叔叔来调解，毕竟涉及财产损失，走正规程序反而简单。好，我报警。报警？你报什么警？这点小事也报警？我没理他，直接拨了110。20分钟后，2个帽子叔叔来了。是谁报的警？我简明扼要把情况说了一遍，又拿出证据给帽子叔叔看。他们看后脸色瞬间严肃起来。柳如烟同学，你带外人进宿舍，造成他人财产损失，这个责任你推不掉。现在电脑坏了，维修费用需要你来承担。可是帽子叔叔，我真的没钱啊，我家穷，我一个月生活费才800块，哪有钱赔他1万多的电脑啊？没钱可以分期赔，也可以跟当事人协商，但不能因为没钱就不承担责任。苏薇，你不是家里有钱吗？你又不缺这点，你就非要逼死我吗？我家里有钱，不代表我要惯着你，你自己惹的事，自己承担。柳如烟沉默了，帽子叔叔做了笔录，让他在调解书上签字，承诺分期赔偿我的电脑维修费。他磨蹭了半天，最后还是签了。等帽子叔叔走后，柳如烟站在那儿盯着我看了很久，那眼神阴森森的，让人后背发凉。苏薇，你今天让我签这个字，我记住了。记住就记住，我还怕你记不住呢。柳如烟没再说话，转身出了宿舍。徐冉走过来，小声说：“他这眼神，感觉不会善罢甘休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就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。”
那天晚上，柳如烟很晚才回来，回来后就一直躺在床上玩手机，一句话没说。我以为这是暂时消停了，没想到第二天一早，我刚醒就闻到宿舍里飘着一股奇怪的麻辣烫味。苏薇，你醒啦，快起来吃早饭，这是我弟特地让我给你带的麻辣烫，他知道你喜欢吃，特地给你做的，你快尝尝，看看合不合口味。不用了，我早上不吃这么油腻的东西。别啊，尝尝嘛，我弟说了，你是他未来媳妇，肯定要疼你。这麻辣烫自己家做的，可比你点外卖可健康多了，快趁热尝尝。柳如烟，我再说一遍，我和你弟没有关系。早上起来火气怎么这么大？算了，不吃就不吃。来喝杯水清清火。柳如烟笑嘻嘻的又递给我一杯水，水杯里液体浑浊，还飘着细小的渣子，我瞬间警惕起来。你给我杯子里放了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就是我妈给我的养生粉，泡水喝对女生好，我就帮你泡了一杯。你是觉得我傻吗？柳如烟，你别太过分，也别在我面前搞这些小动作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现在就给张老师打电话，让他把你调出宿舍。我这是为你好啊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辛辛苦苦给你带吃的，还给你泡水喝，真是不识好人心。不然我现在就报警，把你所谓的养生粉去化验化验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做事要打电话，柳如烟慌忙将水倒进了垃圾桶里，我冷哼一声，拿起书包就往外走，他又厚颜无耻地追上来。你别急着走啊，这节课上完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见我弟。滚开！我推开他，径直走出宿舍。中午下课后，我想着去食堂吃点东西，结果刚走到食堂窗口，打饭的阿姨就盯着我笑，还挤眉弄眼的和隔壁的阿姨小声蛐蛐。这就是苏薇啊，好好一个大学生，怎么就要嫁给柳强啊？听说还在宿舍讨好他姐，又是让吃饭，又是让管闲的，没必要这么委屈自己啊！我一听就知道，这个柳强就是柳如烟他弟弟。没想到柳如烟居然把谣言传到了食堂，我刚想解释清楚，身后突然传来柳如烟的声音：“苏薇，你下课怎么独自来食堂了？我到处找你呢，我还特地给你带了热水，刚烧开的，你喝点暖暖胃。早上的事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，你别生气了。”我盯着柳如烟递过来的保温杯，杯壁上还沾着点没冲开的白色粉末。他以为换个保温杯我就发现不了了吗？苏薇，你愣着干嘛？快喝啊，这水还热着呢。苏薇，你疯了吗？我好心好意给你带热水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好心好意，你当我瞎吗？柳如烟，拜托你下次下料长点心，话都没化开就给我喝。什么下料？你别血口喷人。是不是下料？帽子叔叔说了算。既然你不承认，那就让他们来化验这水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了。我掏出手机，当着他的面点开报警电话。柳如烟急了，伸手抢走手机，扔在地上用力踩碎。我让你报警，苏薇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我就是给你吃点养生粉而已。我弟是男的又喜欢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看着地上彻底报废的手机，我笑了。其实我早就偷偷用备用机拨通了报警电话，现在帽子叔叔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柳如烟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无计可施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。现在知道怕了吧？走，跟我去见我弟，他还在外面等着呢。你要是乖乖跟他处对象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今天的事。你敢打我？食堂阿姨听见动静，赶紧都跑过来，看了看柳如烟红肿的脸颊，又看了看我。哎呀，这不是柳强他姐吗？怎么摔地上了？还有你，柳强他媳妇儿，怎么还动手打人啊？都是亲戚，有话好好说啊。谁和他是亲戚？阿姨您别听他造谣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柳强，他就是想强行拉我去见他弟弟，还往我水里下料。阿姨您快帮我，他就是我弟媳，嫌我们家穷，不肯跟我弟处对象，还泼我水打我，您快拦着他，别让他再动手了。再叫大点声，正好帽子叔叔马上来了，让他们听听你怎么造的谣。柳如烟的哭声卡在喉咙里，就在他准备爬起来跑的时候，两个帽子叔叔快步走到我们面前，还是上次的那两位，看到又是我们，他们的表情很微妙。这次又是谁报的警？是我报的警，帽子叔叔，他往我水里加不明物质，还摔碎了我的手机，刚才想强行拉我去见他弟弟，这杯子里还有残留的粉末，麻烦你们化验一下。帽子叔叔，你们别听他的，这是家事，他是我弟媳，就是嫌我们家穷，故意跟我闹脾气，这保温杯里就是我妈给的养生粉而已。帽子叔叔看着哭闹的柳如烟，以为真是家务事，两脸为难。我赶紧上前一步，告诉帽子叔叔我根本不认识他弟弟，还将这几天发生的事都明明白白讲给帽子叔叔听了一遍。帽子叔叔听完，脸色严肃起来，看向柳如烟的眼神多了几分警惕。同学，你涉嫌多次投放不明物质，还试图限制他人人身自由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纠纷，可能涉及拐卖人口预备性，必须跟我们回所里接受调查。什么拐卖？你们别听他胡说，女人本来就是要嫁人的，我弟看上他是他的福气，他家里有钱又怎么样，还不是要找男人，我帮他牵线，他应该感谢我才对。
帽子叔叔没再理会他的风言风语，强行将他拖向警车。到了所里，我把柳如烟从搬来宿舍后的所作所为一一做了笔录。大概2个小时后，化验报告出来了。保温杯里的白色粉末不仅有能让人头晕乏力的安眠药，还有催情药成分。帽子叔叔看完报告，当即决定对柳如烟立案调查，以涉嫌故意伤害和拐卖人口预备罪进行拘留。没过多久，辅导员张老师也急匆匆赶到，一看到化验报告，气得手都在抖。等柳如烟被带出来签字时，张老师直接把开除通知拍在他面前。柳如烟，你严重违反校规校纪，还涉嫌违法，学校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即日起开除学籍。自那之后，柳如烟就再也没出现在学校里，我们宿舍也没再安排人进来住，我过上了食堂宿舍教室3点1线的生活。直到那天我去食堂吃麻辣烫，没吃几口就觉得头晕的厉害，我赶紧放下筷子，撑着桌子站起来，只想回宿舍躺会儿。我锁上门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迷迷糊糊中，突然听见门外传来咔嗒咔嗒的声音。我起初以为是徐冉回来了，可摸过手机一看，屏幕上显示已经是晚上12点了。更让我心一沉的是，徐冉在半小时前就给我发了条消息：微微，我今晚跟社团同学住外面，不回宿舍了，你锁好门。门外不是徐冉。我瞬间清醒过来，赶紧压低声音拨通了报警电话，把地址和情况快速说了一遍，然后屏住呼吸，拿出放在枕头下的电棍，悄悄挪到门后。门外的撬锁声还在继续，夹杂着一男一女2个压低的声音。这宿舍门怎么那么难开？好不容易躲过那个宿管，别耽误了事儿。门，你小点声，被隔壁宿舍的人听到就不好了。我媳妇儿应该还在里面睡着呢。柳如烟说了就是这间宿舍，咱们赶紧开门把她带走，别被帽子叔叔发现了。居然是柳如烟他妈和弟弟，他们想深夜撬门把我带走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想个办法拖延时间。别撬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帽子叔叔马上就到，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。苏薇，你少吓唬人，你是我媳妇，跟我回家天经地义，不如你现在乖乖开门和我回去。就是要不是你，我家如烟怎么会被抓去坐牢？你一个富家女，凭什么这么欺负我们穷人？今天必须跟我们回家。门，咱们直接踹开门吧，今晚我就生米煮成熟饭，看他还敢不敢嘴硬。突然门外传来巨响，宿舍门被踹开了，一个染着黄毛的男人冲了进来，他脸上带着坏笑，伸手就往我这边抓。我没等他靠近，直接按下电棍的开关戳过去。柳强浑身一僵，直挺挺地倒在地上。我这才看清柳强的脸，竟然是食堂麻辣烫窗口的小哥，只不过在食堂他老戴着口罩。我看了半天才认出来了。柳强妈看到儿子被电晕，冲进来一把抱住柳强，嚎啕大哭：讹人了，要出人命了！苏薇，你这个狠心的女人，居然用电棍打我儿子！你嫌我们家穷，看不上我们强子，还把我闺女送去坐牢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他的哭声引来了隔壁宿舍的人，大家纷纷探出头，看到地上晕过去的柳强，再看看撒泼的女人，又看看我手里的电棍，瞬间明白了大概。这就是柳如烟的弟弟和妈妈，怎么来撬门了？刚才还听见他们说要带苏薇走，太吓人了！大家快来看啊，这个苏薇嫌贫爱富，我儿子喜欢她，她不乐意就算了，还把我闺女送进监狱，现在又想电袭我儿子，你们快评评理呀！凭什么理啊？你儿子撬人家宿舍门，这是犯法。苏薇用电棍防身怎么了？就是之前柳如烟在宿舍骚扰苏薇，又是下料又是抢东西，我们都知道，你们一家人怎么这么不讲理？我们家强子没错，都是苏薇勾引他的。就在这时，警笛声由远及近，2个熟悉的帽子叔叔快步走进来，正是上次处理柳如烟案件的。他们看到地上的柳强和撒泼的女人，瞬间明白了情况。又是你们家的事。帽子叔叔，这次一家3口齐了。帽子叔叔没多说，拿出银手镯，先把柳强弄醒，然后将他和他妈一起铐了起来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苏薇是我媳妇儿，我带她回家天经地义。谁是你媳妇？我跟你们素不相识，你们为什么一直缠着我不放？我是做麻辣烫的，你爱吃麻辣烫，不就是因为喜欢我吗？我让我姐给你牵线，你还夸我帅，这不就是想勾引我吗？你现在装什么清高？这话一出，不仅我愣住了，连帽子叔叔都无语了，推着柳强往外走。少胡说八道，撬门、非法入侵、意图侵犯他人，你这些行为已经够判了，跟我们回所里。2人被架上警车后，周围的同学都围了过来，纷纷安慰我：没事吧苏薇，太吓人了。还好你有电棍，看来我们宿舍也得准备1根。没事了，都结束了。后来帽子叔叔传来消息，柳强因非法入侵、意图侵犯他人被拘留，他的母亲也因协同犯罪被处罚，而柳如烟因为之前的下料行为，加上这次教唆家人犯罪，刑期又加了半年。因为这件事，我成功对麻辣烫出现了心理阴影，以后只吃火锅了。